Guess how much I get paid a month? 一边宣布史诗级加薪，一边却面临发不出军饷的困境。这就是2025年美军薪资待遇上演的魔幻现实主义大戏。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连续停摆超过2个星期，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军队都开始受到影响，甚至有人开始担心美军的军饷能不能按时发下来。本期视频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聊聊这支世界上最昂贵的军队，他们的薪资福利在调整过后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在这场看似荒诞的一边加薪一边欠薪的闹剧背后，究竟藏着美国怎样的战略考量和深层隐忧？究竟是一场华盛顿的政治闹剧，还是美军在全球战略重压下不得不祭出的重金募兵杀手锏呢？就在2025年初，美国政府先是发布了一份被称为国防政策支柱性文件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简称 NDAA。 这份法案决定了此次美军薪资调整的核心，提升幅度之大，让许多人评价它为前所未有的史诗级加薪。它就像给美军士兵的钱袋子里塞进了2个不同大小的红包。首先，在法案中，对于绝大多数军人，包括中士及以上的所有士官和军官，他们会得到一笔 4.5% 的统一涨薪。这笔钱从2025年1月1号开始生效，并在1月的中期工资单中得到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3年实现超过 4% 的普遍加薪，累计从2022年以来，军人薪资总涨幅已经达到惊人的约 15%。 这说明在通胀高企和招募压力下，美军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那种挤牙膏式的低速增长。但真正的重头戏则落在了基层士兵身上。对于军衔在E1到E4的初级入伍人员，他们简直是坐上了薪资的喷气式战斗机。他们在 4.5% 的普遍涨薪基础上，还额外获得了 10% 的薪资提升。这意味着这些最年轻、最辛苦的基层士兵将享受到高达 14.5% 的总体涨幅。为什么要搞这种双轨制？答案很简单，这是战略性倾斜。国会2党的一个调查小组发现，基层的初级士兵们，他们的薪水甚至难以跟上通胀的脚步，连食物等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负担。他们面临着所谓的食物不安全感问题，军队中许多士兵的就餐费用竟然是自己支付，1年下来，光是吃饭就花费高达$5000以上。14.5% 的涨幅，就是为了直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大幅提高基层岗位的吸引力，以改善军队招募和保留情况。我们看具体的数字，感受一下这个冲击力。一个刚入伍的E1士兵，如果按照1月份的 4.5% 涨幅，基本月薪约为$2108.10。但等到4月份 14.5% 的涨幅完全生效后，他每年的薪资将从2024年的约$24206直接跃升至$27828。对于一个服役超过6年的E4来说，年薪可以从约$38368增加到$44107。这每年多出来的$3到6千，对于正在为生活挣扎的年轻军人家庭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相比之下，军官们的涨幅则显得佛系，统一是 4.5%。 比如服役2年以上的 O2， 每月能多拿大约$200，年增约$2600。当然，最高级别的将领们虽然经验值点满，但由于薪资受限于行政级别的规定，他们的实际涨幅可能会低于 4.5%。 比如欧10军官的月基本薪资上限约为$18808.20，但加薪的甜蜜期还没开始，政治上的雷暴却先来了。2025年10月1号，美国联邦政府因国会未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正式进入停摆状态。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美军的下一次发薪日是10月15号。在这次危机中，将近300万现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首次面临无薪可领的风险。要知道，美国军人一般每月的1号和15号发薪，如果危机得不到化解，10月15号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所有军种的军人都领不到工资。这种一边调薪 14.5%， 一边停薪的荒诞场景，几乎让所有军人家庭陷入了极度的焦虑。有军人家庭的妻子甚至已经开始去食品银行领取免费食物来减轻家庭财务压力。在这个关键时刻，白宫被迫采取了弃车保帅的紧急策略，总统特朗普下令国防部长动用所有可用资金来支付军饷。五角大楼为此紧急调拨了$80亿，这笔钱是从原本用于研发项目的未支配资金中紧急抽调的。财政部长甚至透露，为了确保军人能按时拿到钱，其他联邦雇员的工资不得不暂停发放。说白了，
那原本是投资未来、确保美军技术优势的钱，现在这笔未来钱却被拿来支付今天的工资，这无异于寅吃卯粮。这一幕不仅凸显了美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基石的地位，也暴露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脆弱性。在党派对立的尖锐背景下，军事力量的稳定被视为重中之重，甚至可以牺牲其他联邦部门的运转。美军的薪资就像一座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我们刚才讨论的基本工资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水面下的那些丰厚的津贴和福利才是真正稳固军心、吸引人才的隐形战机。首先是住房津贴，对于那些搬出军营的军人，特别是已婚或有家属的军人， BAH 是他们收入中的大头。BAH 的金额取决于军衔、任务地点以及是否有家属。例如在韩国驻军的美军，每人每月可以领到约2154美元的住房津贴。更重要的是，根据最新的 NDAA 法案，政府将授权恢复 BAH 中被削减的 5%， 确保住房津贴能够覆盖军事住房区域，100%的计算费用。这意味着军人将不再需要自己承担部分住房费用，住房保障被推向了最高水平。其次是基本生活津贴，俗称参补，军官每月约为254.39美元，士兵每月约为369.39美元。虽然级别低的士兵通常在食堂用餐时会被扣除这笔钱，但如果他们因任务原因无法在食堂用餐，可以申请误餐费。但在今年美国军事等媒体的报道中，在美国陆军最大的11个军事基地中，上缴的2.25亿美元的伙食费中，只有7400万美元真正被用于采购食品。高达1.51亿美元去向不明。一名匿名美军官员表示，这笔钱回到五角大楼的资金池中，并被用在其他地方，但他没有透露这些钱的具体去向。他拒绝回答如此大量资金为何被挪用。士兵们拿不到餐补，只能自己花钱吃饭，再加上有些餐厅物资匮乏，只供应少数豆子和吐司作为餐点。许多美军士兵被迫放弃食堂，选择自掏腰包在外就餐，这也是我们前文提到他们食品不安全感的原因。可能美国政府也想不到，自己让国防部每年对其投入数十亿美元，但到头来竟无法确认到底有多少资金被用于军营。所以为了应对基层士兵的食品困境，新法案将基本需求津贴的收入资格上限从联邦贫困线的 150% 提高到了 200%。 这一改变直接让更多收入偏低的军人家庭有资格获得这笔旨在解决食物问题的津贴。除此之外，美军的福利体系还包括：一、住房和基础设施改善， NDAA 授权12亿美元用于翻新和新建营房，同时要求军方为所有营房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并建立数字系统来提交营房维护请求，解决居住质量这一痛点。二、战区津贴与奖励，在指定战区执行任务的军人，所有工资都可能免税，他们每月还能获得约225美元的战斗津贴。如果因调往战区而与家人分居，每月还有约250美元的家庭分居津贴。三、特殊职业和技能津贴，拥有特殊技能的士兵，比如飞行员、潜艇兵、跳伞员、拆弹专家，可以获得相应的飞行工资、潜艇任务工资或危险任务工资。四、医疗和家庭支持，军人可以享受终身医保，费用由国家预算支付。此外，新法案还要求提高基地内托儿所工作人员的薪酬，使其具有市场竞争力，以改善军人家庭的托儿困境。最后就是退休保障，美军的退休福利非常优厚，服役年限达到20年即可以开始领取退休金，且最早37岁就能退役领取退休金和各种福利，并随着生活成本调整而变化。这种多维度的福利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军人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质量。美军的薪酬结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旨在提供比市场更优厚的综合报酬，从而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美军大幅度提升初级士兵待遇的背后，是华盛顿深思熟虑的人力资源战略重塑，旨在解决几大核心痛点。首先，解决国内兵员短缺，确保军事基石稳固，是加薪最直接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时，一支士气高昂、人员稳定的军队是首要保障。NDAA 通过大幅提高基层待遇，明确显示了五角大楼将人放在核心位置的决心。其次， NDAA 的重点投资方向清晰地指向了印太地区，法案大幅增加了对太平洋威慑倡议的资金投入，授权了156亿美元，远超给欧洲威慑倡议的拨款，这体现了美国先亚后欧的国防政策趋势。法案还专注于军事现代化和技术优势，
授权投资1438亿美元用于高超音速、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等前沿技术研发。这意味着美军不仅靠人数，更要靠技术，尤其是 AI 能力，来应对未来的大国竞争。最后 ，NDAA 通过一系列涉及经济、技术和供应链韧性的条款，将国家安全议程扩展到经济领域。它试图整合私人资本和盟友资源，确保国防工业体系的资金链和技术链不受外部干扰。这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战略与军备需求。简而言之，2025年的美军薪资调整是在金钱与士气双重的加持下的实力求和战略。当我们把美军的薪资体系放到国际上横向对比时，你会发现各国对军人价值的衡量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以俄罗斯为例，其军人工资的增长直接与地缘政治冲突挂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合同兵的月薪约为320美元，但到了2024年，合同兵的月薪暴涨到至少2100美元，这个数字已经是俄罗斯平均月薪的几倍。俄罗斯通过这种高额的风险溢价来吸引人铤而走险，弥补战场的兵员损失。其战略哲学是用金钱购买战斗意愿的牺牲。同时，俄罗斯在2025年的军费预算高达15.5万亿卢布，占 GDP 的 7.2%， 显示了其军事开支的绝对优先地位。再看英国军队，他们的薪资体系则体现了社会福利捆绑的哲学。虽然有英国士兵抱怨，最低级别的 OR-21 士兵的年薪约为33673美元，如果按照每周60小时的工作时长计算，甚至可能低于最低时薪。但是英国军人享受着极低的住房成本，每月只需支付约60英镑，就包含所有水电费，还附赠有免费的医疗、牙科和驾照培训，以及一个无需个人供款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对于没有太多技能的年轻人来说，军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低生活成本的中产阶级生活起点。因此，英国军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往往比同等工资水平的平民要高得多。相比之下，美军则融合了两者，基础工资高，福利补贴多，同时在战区给予高额的风险津贴。美军的薪资体系反映了其全球投送和高技术兵种的成本，目标是招募和维持一支能够进行全方位高烈度战争的职业化队伍。2025年的美军薪资调整虽然力度很大，但未来的趋势和担忧依然存在。首先，财政不确定性依然持续，政治风险变化常态化。尽管军饷危机暂时缓解，但五角大楼为了发钱而动用研发经费的举动已敲响了警钟。如果国会两党僵局持续，未来的国防开支，特别是影响军人家庭生活质量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非战斗性开支，很可能再次成为政治角力中的人质，让军人福利改善半途而废。其次，美军的每次加薪都不仅仅是为了让士兵口袋里多几个钱，而是对军人这份高风险职业价值的重新定价。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华盛顿的战略精英们清楚地意识到，昂贵的武器和先进的技术最终还是要靠高素质的人来操作。因此，未来几年我们可以预见美军将继续围绕薪资福利进行调整，特别是针对特殊技能人才和基层生活保障的投入，将成为衡量美军战斗力和战略韧性的重要指标。总而言之，2025年美军薪资和福利的调整是一份在全球战略竞争、国内招募危机和政治僵局三面夹击下产生的战略答卷。这份答卷写满了对基层士兵的倾斜和对未来科技的雄心，但同时也用80亿美元的紧急调拨，给所有人上了一堂关于不稳定的政治课。这不禁让人深思，在军事预算连年创新高的背景下，当美军士兵的工资不再是一份纯粹的经济合同，而变成华盛顿政治角力中的弃车保帅的筹码时，这支全球最昂贵的军队还能否保持其引以为傲的稳定性和战斗力呢？那么想问问大家，您认为美军此次对基层士兵高达 14.5% 的倾斜性加薪，是真的能解决招募和留任危机，还是只是在用钱买时间呢？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您的见解。